看现在是几点了？已经晚上9点钟了。施工方他们已经把这条路硬化一部分了之后就走了，然后现在又拉沙子来了，因为不能耽误明天的工期，所以加班加点的拉沙子来，走。其实这里还有一点点沙子，只是担心明天怕不够，因为工人来了这里就是一整天，他不可能说，这里沙子用完了之后再等货车拉沙子来，这样就很浪费工钱，所以他必须得把这些材料加班加点准备足。哇，这么一大堆，好，他们走了。其实卸沙子还是挺快的，一下子就卸了。前面已经拉了2车来了，这是第3车，今天就不拉了。明天这些沙子应该够用了，大家看。现在这里带了这么多，它这个车一车是10倍方的沙子，现在它是这样拉的，就是混合沙，就是搓沙和细沙一起拉，这样的话就避免全是石头或者只是沙子。因为怕炒沙浆的时候不均匀。主要就是今天炒沙浆太慢了，因为这个位置太窄了，而且这挖机也比较小，挖的这个坑也比较小，所以说今天工人一直都在等。不过施工方说，今天已经算是挺好的，因为第一天开工，很多事情都摸不着头了，所以说就比较慢。他说明天肯定要快一些，万事开头难嘛，我想也就是2、3天的时间，应该就会直接到这里来了。对，明天应该就可以把奶奶家上面的那一段路给倒好。对，明天的话，我让奶奶他们自己把他的儿子或者女婿叫来，因为他们那个后阳沟那里，他们不是说想抹水泥吗？施工方也是答应免费给他们水泥，但是需要他们自己找人来去采那个水的沙浆下去弄，因为他们只负责道路，其他的只能是说附送给他们。就像叉说他们想把他们那条小路硬化出来，然后施工方也是答应免费给他们这个水的沙浆，他们自己去厂去用就行了。而且不仅免费给他们用，还现场教他们怎么去铺这个小路。一开始他们想的是铺一条斜坡上去，下面的话就比较陡，然后施工方现场教他们用锄头给他锄出那种台阶的形式。所以说他们人是特别好的，我们一开始都没有想过要把我们就租房子那里给简单硬化一下，但是他说你这个看起来太丑了，让我们去采一点那个水的沙浆去，刚好我们房东也在那里，我跟房东一起铲了一些上去给他铺，简单的铺了一下，我也没有想过要铲多少，但是他让我铲铺厚一点，我就怕他们这个水的沙浆不够用，我就铺了薄薄一层。再简单铺设一下，下雨它就不会有那个泥巴了。到时候等这条路硬化好以后，我们就去买一些那种细沙来，给它自己抹平，给它清光一下。像这样，我们以后那个接营就比较干净了。大家看，这条路现在看起来是挺宽的。如果说等硬化的话，可能要窄一些，因为他们的标准是3.5米宽。3.5米宽的话，就相当于这个位置到这里这么宽，其实是完全够用的。这不是主路，是支路，因为支路的话，就只是几户人家出入，或者是过年的时候，这当地人回来在老家过个年呀，祭祖，对，祭祖啊，所以说那个时候车就比较多了。可能到过年的时候，正是堵车的时候，我们也回老家去陪爸妈过年去了，应该也不会遇到堵车的情况。到时候，就是我们租房子那里那个坝子，现在不是全部硬化出来了吗？那里是可以停放个5、6辆车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上面这些会车的地方，也是可以停到1、2辆车的。所以说我们这条路对这个小小的村子已经是完全够用的了。对，现在村支书也在另外挖一条毛路下去，说接通下面之前人工挖的那一条毛路。其实他的想法还是想把这条路通到下面爷爷奶奶家还有他自己的家那里附近。对，他一是为了让大家去那个树林里面参观方便，二呢也是为了他们下面几户人家方便，是吧？由于材料什么的，他自己改造房子也方便。我们这个整个村寨也是越来越好了。对的，像这些石头，到时候插到他们往这里搬上去就很方便了，是吧？对。这些石头我们是用不上的，我们就直接让他们来搬上去用。如果说在这里堆放时间久了的话，可能最后人家又会说，在他的边界处堆着就是他们家的了。我觉得，以后要用的话，还是可以把它传到边上去，就不堆放在这里面了。对，施工方他说是送给我们的，所以说放在那里是浪费。施工方如果说在其他工地需要用的话，来搬运这里的石头，那比去厂里面买还要贵，又得拖挖机来，又得找人工，是吧？你看，现在奶奶在这里，就是需要把它，铲点水泥下去，尽量的给它铺平，然后这个污盐水或者沟水流下来的话，就直接可以捅进那个，水管里面了，就不会再有泥巴去堵塞。所以说这里也是清理干净了的。就只需要铺一层薄薄的水泥浆，让它水没有泥巴就可以了。所以说施工方来以后，对整个村子都变好了。爷爷奶奶做了一辈子的房子，这个院子现在也终于是要硬化了。你看，如果说不通这条路的话，他们这个院子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硬化了，以后也不会有人来打理这些。现在通了路后，他们以后的子女可能也会来这里把房子改善一下，在这里修房子，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通路的重要性。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嘛，就是要想富，先修路。没有路的话，真的是寸步难行，什么都需要搬运。只是靠人力的话，就每天走路走2趟就已经天黑了。你说要做什么事情呢？现在我们的路已经硬化到这里了，明天一早上可能就可以把这里硬化完，下午的话就可以硬化到这个位置，因为这个坡度的地方比平处可能比较要难一些。它这个水泥浆，它倒至这里的话，它会往下滑，而且就是开车的师傅他运的所有材料都需要倒着下来，就今天都是开着下来的。明天的话，它开着下来就没办法掉头了。因为这下面要硬化，它就只能慢慢的退，这个坡度也是挺陡的。再说我们这条路可能烂尾了，但是我们一直都有信心它会来把它修好。这里本来我们一开始是打算硬化过去的，然后那户人家不同意，我们就只能硬化到这个位置，其他的地方就不管它了。然后我们不硬化过去，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影响。硬化过去的话，只能是说每次走路的时候干净安全一些，因为到夏天的时候这里就会长草，然后会长蛇虫蚂蚁的。